大家好，我是李如医师。夜里刚睡着，尿意又来了，爬起来站在马桶前，憋了半天就那么几滴。这种滋味，很多50岁以上的男性朋友每天都在经历，白天也不消停。刚从厕所出来，没走几步又想去，出门在外，脑子里时刻惦记着厕所在哪儿。这不是矫情，这是真实的折磨。很多人一听说前列腺出了问题，第一反应就是找补药，动辄几百上千的保健品买回家，效果呢往往让人失望。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，前列腺最需要的那种营养，普通苹果里就有，不是什么稀罕物。菜市场3块钱1斤的苹果就是前列腺的天然抗生素，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太平常了，不像话？别急，等我讲完，你就会明白这里面的道理。医学界早就证实，前列腺里储存的锌元素是肝脏的足足9倍。一旦锌不够用，它就会发炎、肿大，开始给你制造麻烦。苹果里的锌恰恰能填上这个缺口。早在西药还不发达的年代，欧洲医生就已经用苹果疗法帮无数人解决了排尿难题。今天这条视频我会从头讲清楚前列腺是什么，它怎么出问题，你身上有没有信号，哪些习惯正在悄悄伤害它，以及苹果到底该怎么吃才最有效。看完这期，你会知道怎么用最简单的方法找回年轻时那股顺畅劲。想守住男人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这期视频一定要看完。先来认识一下前列腺这位老朋友，它是男性特有的一个腺体器官，个头不大，和一颗核桃差不多。就这么小小一个东西，却是男性生殖系统里举足轻重的角色。它每天分泌前列腺液，是精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默默维持着男性的生育功能和生理健康。它的位置非常刁钻，它藏在身体深处，膀胱的正下方，直肠的正前方。最关键的一点是，它的形状像一个甜甜圈，从4面把尿道包裹在正中间。尿道就是膀胱排出尿液的那根管道，从前列腺中间穿过去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一根软管正在往外流水，突然有人用手捏住中间，水流会怎样？是不是立刻变细变弱，甚至完全断流？前列腺和尿道的关系就是这根手和这根软管的关系。年轻的时候，前列腺小而柔软，安安静静待在那里，尿道宽敞通畅，排尿自然痛快。等到年纪大了，或者受到各种不良刺激，前列腺开始发炎、增生、肿大，甜甜圈越变越厚，里面的通道越压越窄，麻烦就接踵而来了。尿频、尿急、尿不尽、尿不远，全都是这个甜甜圈在捣鬼。前列腺不会开口说话，但它有自己的方式向你求救，它的求救信号全部体现在排尿状态上。下面这7条，大家认真对照一下，看看自己中了几条。信号1：尿流分叉。站到马桶前，本以为是一道干脆利落的水线，结果出来的是2股甚至3股，叉开来，东一道西一道，弄得一塌糊涂。这是因为前列腺炎症或轻度增生，导致后尿道内壁变得粗糙不平，尿液经过时被分流了。信号2：花洒状弥散。尿液完全没有冲进，不是射出去，而是洒出来，范围很大，就落在脚边，就像花洒的喷头堵了一半，水压不足，四散开来。这往往说明前列腺已经明显水肿，对尿道的压迫进了一步。信号3：排尿中断。分段进行，尿到一半，突然断了。膀胱明明还有，就是挤不出来，要深吸一口气，重新用力才能再排出一段。这种感觉非常折磨人，在前列腺增生的患者中十分常见。信号4：尿线变细如丝。和年轻时那股粗壮有力的水柱比起来，现在细得像一根线，
别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，这是前列腺把尿道出口压小了的直接证据，不能忽视。信号5，射程大不如前，曾经迎风尿3丈，现在顺风尿失鞋。这句玩笑话背后是前列腺增生带来的阻力变大，膀胱要用更多力气才能把尿液推出去，自然就尿不远了。这是膀胱和前列腺之间的一场博弈，输的那个是你的生活质量。信号6，终末低利不止，好不容易排完了，以为结束了，提上裤子又有几滴流出来，根本控制不住。这是典型的尿不尽，膀胱里总有残余，总感觉没排干净，非常不清爽。信号7，尿频、尿急、夜尿增多，总有尿意，刚上完厕所没多久又想去，这是尿频。尿意来了憋不住，必须马上找厕所，这是尿急。晚上睡觉要起来2次、3次、4次，每次都被尿憋醒，这是夜尿增多。这3样加在一起，是前列腺问题破坏生活质量最典型的表现。对照完了，大家情况如何？如果以上7条中了1到2条，要开始引起重视了，生活习惯需要调整。如果中了3条及以上，我强烈建议不要再拖了，尽快去正规医院泌尿科做个检查，越早发现越容易处理，千万别等到严重了再去。前列腺出问题不是1天2天的事，它是被我们日复一日的坏习惯一点一点磨垮的。下面这4个杀手习惯很可能就藏在你的日常生活里。第一个杀手，久坐与持续压迫。无论是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，还是退休了在家看电视、打麻将，长时间保持坐姿，身体的重量和压力就全都集中在盆腔和会阴部。前列腺就在这个区域，血液循环因此受阻，代谢废物排不出去，越堆越多，就像一潭死水，慢慢就腐了。这里特别要点名骑自行车这件事。很多人觉得骑车是健康运动，这没错，关键在于时间长短。骑在硬邦邦的载车座上，受力最集中的地方，恰恰就是会阴部。前列腺被死死夹在车座和骨骼之间，持续承受压迫和颠簸，短途骑个20-30分钟，问题不大。但如果一骑就是1-2个小时，这种长时间的挤压是诱发慢性前列腺炎的一大元凶。第二个杀手，夫妻生活不规律。这个话题很多人不好意思谈，但它对前列腺健康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。过于频繁，前列腺长期处于高度兴奋和充血状态，得不到休息，像一台连轴转的机器，容易过劳出故障，导致炎症。长期禁欲同样有害。前列腺每天都在分泌液体，如果长时间没有正常排出，这些液体淤积在腺管里，造成堵塞和压力增高，也会引发不适。医学上叫做前列腺液逆流。什么频率比较合适？有一个参考口诀：30多岁20天7次，大约3天1次；40多岁30天6次，约5天1次；50多岁40天5次，约8天1次。这不是铁律，只是一个大概参考。最重要的是规律，根据自身状况保持稳定节奏，不要大起大落。第3个杀手，长期便秘。便秘看起来是肠道的问题，跟前列腺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大了。前列腺和直肠是紧挨着的邻居，中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肠壁。长期便秘，干硬的粪块在直肠里久久不走，从物理上持续挤压，刺激紧邻的前列腺，时间一长，就会诱发或加重前列腺的炎症和不适。所以保持大便通畅也是保护前列腺的重要一环。这2件事是连在一起的。第4个杀手，重口味饮食，并从口入，在前列腺这里体现得特别明显。先说酒，
不管是啤酒、白酒还是红酒，酒精进入身体后会让血管扩张，全身器官充血，前列腺也不例外。充血的状态正是炎症最喜欢的温床，喝一次就刺激一次。再说辣椒、花椒这类刺激性食物，这些刺激物有一部分会通过尿液排出，含着这些刺激成分的尿液流过被前列腺包裹的尿道，就是对这个敏感器官的直接火上浇油，会让水肿和炎症更重。最后是高脂肪、高热量的油腻食物，炸鸡、红烧肉、薯片这类饮食，不止让体重飙升，研究已经证实，它们与前列腺增生乃至前列腺癌的发生风险有着密切的关联。这也是为什么以红肉和高热量为主食的欧美国家，前列腺癌发病率远高于亚洲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说了这么多担忧的事，现在来说好消息，有没有简单有效、人人都能用的方法来保护前列腺？有，而且就在菜市场里。这个秘密武器就是苹果，您可能会笑出声来，就这也太频繁了吧？没错，大道至简，真正的好东西往往藏在最寻常的地方。苹果在中医里被称为果中之王，性平味甘，能健脾益胃、生津润肺，对身体温和而全面。但它对男性前列腺的特殊保护作用，早在西药还不发达的年代就被注意到了。当时欧洲的医生提出了一种叫做苹果疗法的自然疗法，让慢性前列腺炎患者每天坚持吃1到2个苹果。坚持一段时间后，很多人的症状竟然真的明显改善，甚至消失了。当时的人不知道背后原理，只知道有效。随着科学进步，谜底终于揭开了，关键就在于心。前列腺是人体对锌需求量最高的器官，没有之一。它体内储存的锌比肝脏、比肌肉高出8到9倍。为什么它需要这么多锌？因为前列腺要用锌来合成一种特殊的锌蛋白，这种蛋白质具有强大的抗菌能力，是前列腺抵御细菌入侵的天然防线，可以理解为前列腺自己产生的抗生素。大量临床研究一再证实，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的前列腺液中锌的含量都显著低于正常水平，锌不够，防线就垮了。苹果里含有较为丰富且易于吸收的锌元素，每天补充就是在持续为前列腺这道防线添砖加瓦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法国一项研究还发现，40岁以上人群每天适量补锌，血浆白蛋白这个抗衰老指标明显升高。补锌保护的不只是前列腺，还是在对抗衰老，朝着健康长寿走。那苹果具体怎么吃最有效？给大家3种方法，从简单到更简单。方法1：直接吃，每天吃1到2个新鲜苹果，能带皮最好带皮，因为果皮里也有丰富的营养物质，这是最直接、最完整的补充方式。方法2：榨汁喝。如果觉得每天啃2个苹果太占肚子，或者牙口不太好，自己鲜榨纯苹果汁来喝是很好的替代方案。不加糖，不加水，喝原汁，果汁中的营养更容易被身体快速吸收。方法3：融入饮食。把苹果切片放进燕麦粥里一起煮，或者做成烤苹果当甜点，既好吃，又把这份保健融进了日常饮食，一点负担都没有。长期坚持也不难，除了食补，中医的经络保健法同样能对前列腺给予有效支持。下面这3个穴位，每天花几分钟按一按，帮助疏通盆腔气血，让前列腺的环境更健康。第1个穴位，离沟穴。这个穴位属于足厥阴肝经，肝经的循行路线正好绕着生殖器走，所以刺激离沟穴能直接疏通前列腺区域的气血，改善局部循环。找法是从内踝骨最高点
往上量5寸，也就是7横指左右的高度，胫骨内侧面的正中间就是这个穴位。用拇指指腹按压，力度适中，按到有酸胀感为准，每次每侧按1到2分钟。第二个穴位肾腧穴，肾主生殖，是先天之本。肾腧穴是补肾的核心要穴，直接支持前列腺的根本功能。找法是先找到自己最低一根肋骨的下缘，沿着脊柱往下摸到第2腰椎棘突，从这个水平位置向两侧各旁开2横指，约1.5寸就是肾腧穴，双侧各1个，用2手大拇指同时点按，会有明显酸胀感。每次按压1到2分钟，按完之后搓热双手，在腰部来回摩擦，效果更好。第3个穴位八侯穴，这不是一个穴，而是一组共8个穴位，分布在尾骨上方、骶骨上的4对小孔里。这个区域密集分布着与盆腔脏器相关的神经，刺激这里能够大范围促进整个盆腔的血液循环，不需要精确找穴。最简单的方法是搓热双手，然后用手掌在整个骶骨区域上下快速来回搓动，直到感觉整片区域都热起来。每天做2到3分钟，对改善前列腺问题、缓解腰底酸痛都有明显帮助。好了，今天讲了很多，最后我们把最核心的内容浓缩成4句话，方便大家记住。第1句，每天1、2个苹果，前列腺的锌不能少。苹果里的锌是前列腺的天然抗生素，这是最省钱、最方便的日常保养。第2句，4个杀手要躲掉久坐、重口、便秘、乱节律。戒掉久坐，尤其是长时间骑行，告别大鱼大肉和辛辣酒精，保持大便通畅。夫妻生活保持规律，不要过劳，也不要长期禁欲。第3句，7个信号自己查，中3条就要去医院。尿分叉、花洒状、尿线细、尿不远、尿中断、滴沥不止、夜尿频繁，这7条中了3条，前列腺在拉警报，不要拖。第4句，3个穴位常按揉，盆腔气血通，排尿自然顺。离沟穴疏肝通络，肾腧穴补肾固本，八角穴搓热促循环，每天几分钟，坚持就有效。最后有一句话必须郑重说清楚：保养不等于治病，这2件事不能混淆。今天分享的这些方法是帮助健康人群预防问题，帮助轻度不适的朋友改善状态的，是保养之道。但如果您现在已经出现了以下这些情况，完全排不出尿，急性尿急流、小腹剧烈疼痛、发烧，或者出现了血尿，请放下手机，立刻去医院挂泌尿外科。这些是紧急信号，靠吃苹果和按穴位解决不了，需要专业医生进行检查，该用药用药，该手术手术，不能耽误。这一点我必须说得很清楚，朋友们，男人过了50岁，拼的不是谁赚的钱多，而是谁活得更通畅、更有尊严。一夜好眠，一觉到天亮，白天出门不用时刻盯着厕所在哪，这些听起来平常的事，就是真实的生活质量，就是真正的尊严。希望今天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健康路上实实在在的帮手。如果您觉得有用，请点赞、收藏起来，也请转发给身边50岁以上的男性朋友和家人。这或许是您能给他们的最贴心的一份健康礼物。祝大家都能一夜安眠，排尿通畅，下半生轻松自在。我是李如医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